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哦，因为这个华为的登场啊，现在其实在网络上面大家讨论度非常之高哦，甚至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影片流传，就说在美国时代广场上面竟然有这样子大篇幅的广告，说雷蒙多代言哦。那后来这个在网络上面流传，然后被人家证实其实是中国大陆的网友 P 图啦，就不是真实的。不过也足以反映出来大陆的一个反美的情绪爆表，所以就是不断的把这个雷蒙多 P 成了代言人，甚至还去到时代广场上面的广告，就直接攻上这个广告墙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华为 Mate 60的 Pro， 它其实现在在网络上面已经全部都卖光光，所以已经再度秒杀。想要买的话，应该没有那么快哦，可能还要排队再等候一下。那还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说，他用这个无信号，他是打这个卫星电话，还变成关键时刻的一个救命机哦。这样的一个故事分享也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那我们点进去看，现在微博上面真的变成了一个华为跟 iPhone 的战场，因为9月13号马上 iPhone 15系列哦，它就要发布了，在凌晨1点钟，所以它也在微博砸了重金来播放广告。你一点开微博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说好奇心上头啊，凌晨1点等你探索，然后这样倒数的这种点到官网去的一个广告，砸重金才能够有这种满版广告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一个知名的分析师，这个是地表最强的苹果分析师哦，他就讲说这次的华为归来也有望逼迫苹果创新哦，因为这几年感觉苹果没有对手了，当华为被美国用这种方法打下去之后啊，苹果感觉好像创新度跟更新度变得没有那么快，所以他连这样子一个苹果分析师都讲出了这一番话。再来我们看一下《金融时报》也讲说，现在大陆因为接二连三对 iPhone 反下重手嘛，从官员不可以使用之后，现在连核电厂到医院的人员呢，也都开始全面的限制哦，所以也使得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市场上面对于这个 iPhone不太看好。我看到还有一些美国的财经媒体在讲说，现在有一些机构已经开始在放空苹果，放空这一系列的这个未来的销售展望哦，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一场战争已经开始了。那我们看，连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都还秀出来说，我就是用华为以中国为榜样的创造技术，也变成了另外一个另类代言人哦。那大家讲说，这次华为为什么可以突围呢？就是关键在这个晶片嘛，因为他们讲说，其实现在这个晶片哦，不光是可以支援5G， 而是5.5G 哦，就是 5.5G 的就绪型号哦，搭载这个麒麟9100的这个晶片哦，所以他们说，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接下来马上9100的这个芯片也要登场了。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其实孟晚舟在今年以来所有公开场合里面都不再是说5G， 而是说 5.5G。他说这是一个网络演进的必然之路哦。那还有他说这个 5.5G 下行万兆，上行千兆啊，千亿连结，内生智慧，这个网络特征已经非常的明确，就已经不断的喊出 5.5G 这样的一个讯号。所以我们看这个核弹级的突破，美国专家就讲说，全球恐怕未来会出现2条晶片的供应链，一条就是西方主导，也就是美国主导的，另外一条会是中国大陆所主导的，也就是说你走你的这个供应链这个生态圈，然后大陆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供应链跟生态圈，因为这就是美国在制裁底下衍生出来，现在就是2条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一旦中国大陆开始量产什么东西哦，中国大陆往往能够做到这个价廉物美，而且打下非常大的市场份额。所以他说我们就指美国正在亲手创造一个庞然大物的对手哦，所以这是一个专家的解析，经济学家的解析。那我们看看时间回到2021年哦，其实当时孟晚舟回到了中国大陆的时候，穿了一身中国红的洋装。那时候他有讲一句话，也让这个中国大陆的所有的民众非常的激动。他说，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哦，因为很多人那时候其实都蛮担忧的，这么长1000多天的时间，1029天。
大家都在想说，会不会有可能这个孟晚舟一辈子没办法回来啦？会不会加拿大那边就是一直扣留着他呀？很担心孟晚舟的状况。但是他这一次回来，他就讲说，他是靠着这个中国红的信念支撑着，让他踏上这个回来这个中国大陆的土地上面。那以前还有这样的内幕消息出来啊，说孟晚舟被抓的时候，其实川普跟习近平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晚宴，两人似乎都不知道这个孟晚舟被捕的事情。后来才晓得啊，是坐在川普旁边的波顿，好像悄悄计划了这件事情。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就说川普还在这个晚宴之后，就是白宫晚宴之后，问了波顿说：“你为什么要逮捕这个孟晚舟？你不知道他是中国版的伊凡卡川普吗？”这个比喻也是蛮奇怪的。伊凡卡川普不是第一千金嘛？就反正就是想要捧一下自己女儿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后来就是习近平真的是下了100道指令然后去营救孟晚舟，也使得这个孟晚舟回来之后，又再度接掌了华为的这个的大棒，然后这一次上演了华为的复仇。那恐怕现在不光是美国紧张，苹果可能也很紧张了。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华为的技术已经广受肯定了啦那现在当然大家不知道它，我觉得今年因为它829才宣布 Mate 60嘛，所以大家预期到这个年底，因为去年它只卖了3000万只那今年年底我觉得可望是4000到5000万左右啦。我讲的是总量不是只有这一只啦。那明年它可能就逐渐恢复它的能量，也许可以冲到1亿只也说不定所以这个当然就会对苹果、对高通是通讯晶片嘛，就会有相当的冲击事实上，现在大家担心的是，美国不知道会如何进行进一步的制裁啦。那比较可能的是针对中芯国际就是把中芯国际列为黑名单，然后要求盟友的相关的科技公司都不能跟他往来。那这里面就会包括荷兰的阿斯麦那我坦白讲，我认为阿斯麦会非常痛苦了那当然还有日本的半导体的化合物等等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啦，事实上中国大陆不是只有华为这个科技名片事实上它第一张科技名片我认为是绿能就是我大陆讲光伏啦光伏应该是它第一张科技名片我们以前讲说中国大陆的名片就是高铁嘛要凸显高铁出口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是各种基建出口对那如果论科技公司第一张名片国际的名片应该是光伏啦，就是绿能。那第二张就是智能车啦。这个智能车，坦白讲，绿电跟这个智能车对全世界的影响，那是远远超过华为那可是为什么华为会受到这么大的重视，受到这么多人因为它等于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就是被打压了1566天。那可以王者荣归重新站起来你要想想他面对多大的打压这个中国大陆整理，有一些网友整理，华为是被美国政府做了6次围剿结果还没被打死那女儿被绑架然后这个各式各样东西都不准卖，先进晶片不准卖 ，EDA 不准卖各式各样东西都不准卖，然后 EUV 也不能卖那他可以经过重重难关，然后就重新站起，而且员工有11.4万人，为什么不离不弃？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大家比较好奇的是这个部分。好，我们来问介老师。华为这一次的出手，事实上可以看出来这个公司它的策略非常的成功。那这只手机在高度保密之下，在网络上宣布以后就带来了整个轩然大波。然后呢，他也没有把它功能讲得很清楚，结果呢，世界各地的这些所谓的手机专家，还有这些科研机构就开始拆解，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把这一只手机的内部所包含的意涵一个个解出来。美国也在做，日本也在做，那中国大陆的这些科技网民也都在做。所以他这个策略，我觉得是非常有头脑的。那你看这个从8月底开始到今天，这个题目就非常的热。
对，然后前2天又加新的机子又出来，这个折叠手机，还有车用晶片，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华为不是说逞一时之快，或者说就是说急于做什么事，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华为这个文化，这个谋定而后动，然后出招是快很准，而且它是肉是一片一片的割，所以它这个造成的整个全球的热议到今天都没有衰退因为它前2天又推出来新的晶片，然后大家会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看到很多西方的这些评论也都最近才出来的，大家一开始是一个震撼，以后慢慢的再去详细的研究，然后再去思考，然后得到的结论。比如说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他讲的结论是什么？我们正亲手创造一个庞然大物的对手，也就是今天华为是美国创造出来的。那现在这一句话就会让美国社会去反省说，到底下一步美国社会应该怎么走，是对他最有利的。其实对美国最不利的就是继续打压华为，因为前一阵子打压已经算是出了非常重的手，还是打不下去。对。可是可见中国大陆的科技基础、科研人才、公司的韧性，然后呢整体的国力，事实上以美国现有的这些科技的领先的范围来讲，要打中国，把中国整个打垮是不可能的。那如果说美国现在继续打下去的话，我觉得就真正的会让中国大陆现在华为现在大家知道还差大概二代半的，这跟美国最先进型2代半的这个情况，可能就要更短的时间，又要赶过来。等中国大陆全面在这个科技，尤其在芯片里面科技以后那就如这个美国经济学者怎么样，中国做的科技产品会反映中国的成本，也不是做抬在价，而是把更合理的产品的销售价格带到全世界。让西方尤其美国过去享有这个暴利这个情景不在，而且对美国来讲是一种严重的打击。好，来请教赖老师。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了，我觉得华为不怕美国在推出所谓的制裁因为他这次的动作很明显的就是借由雷蒙多在中国大陆的期间发布这个新款。那发布这个新款很明显的它经得起国际间的检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没有足够的硬底子，因为全世界一定会对于这个华为公布的时机，就是在雷蒙多放出要修理华为的这个先前的那个狂言，然后再到中国的时候，然后在中国大陆期间还在的时候，华为就公布了，然后马上就这个几分钟内就全部几乎大城市据说是秒杀，然后说2、3线的城市据说是几分钟内，那么就订单就结束了。现在事实上订单是接不到了我想我们都有到华为的那个官网去看订单，你基本上是很难买到现有的。那这代表什么？你看马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专家马上就会做检验做测试，而更新的机制 X 的再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马上做检验，同时检验给你看 5.5G 了。5.5G 就是准备要跨进第6G 了，它是一个过渡机种。那由于过去每个 G， 例如说 5G 到 6G、4G 到 5G， 它大概是10年，现在 5G 到 6G 可能已经不到10年了，因为科学的速度都在加快，也有可能在7年内就达到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代间的速度越来越快，代件的速度越来越快，然后它现在已经在告诉你说，我已经在做适应 6G 的这个新的机制了。那各位想一下，美国他当然知道美国一定会在制裁嘛，可是问题就在于你美国还能怎么制裁？而且呢，你制裁中国会怕吗？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等你来制裁的时候，它的反击就开始全面大反攻了。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的全面大反攻就是要看你美国怎么做，它要开始了。而这个动作其实已经有讯号在公布出来。您刚都有谈到的有关于苹果本来是先从政府人员，接着到学校人员，到这个医院的人员，其实慢慢的如果再宣布到
党政军，那也就是这些是成年人有消费力的，1亿多人到2亿人不准使用华为，不准使用苹果。那各位想想看，苹果面对一个这么强大的生力军，就是党政军的，他们基本上都不能使用苹果的时候，苹果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就会一直萎缩。而苹果的萎缩，事实上就是来自于你美国对于华为的这种非理性的打压，也就是你所造成的这种反击嘛。那也就是说，当你美国过去说这是国家安全的理由，但是被证明已经不是国家安全理由，是你个人就是要把华为打倒，而华为你打不倒的情形下，各个国家都开始在帮华为做宣传。华为重生了，其实我们也在等待华为尽快在台湾的门市都能买到。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门市实在是找不到华为，要看那代理商要不要代理进来。我们希望不要再限制了，开放吧。政党轮替才有可能哦，那就政党赶快轮替吧。我们的所有的台湾的消费者、年轻朋友们，如果您要享用5.5G 以上的速度，而且价格又公道的，速度又快的，而且有多容器，而且不要忘了有卫星通话哦。卫星通话哦，华为应该要把赖老师也做成那个代言人的那个样子。然后您到海边去，跟人们都站在一起。您到山上去的时候，不用担心会断讯，不会的。不过您要留意一件事，就是如果您女朋友或者你妈妈问你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你不能拿了华为说我通讯不良啊，没这回事啊，因为它的通讯非常好，因为它绝对不断讯。好，有待政党轮替的时候来买买看。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G20跟这个 APEC 哦，其实习近平都连续的缺席了，人家也读出了一些这个缺席所释放出来的讯号哦。看一下中国大陆国安部旗下的智库啊，在最近就撰文批评说，这个东道主印度啊，你试图在相关的活动当中夹带地缘政治的私利哦，包含争议领土上面举办活动，变相宣示主权哦。所以外媒就解读说，这一篇文章可能就透露出来，习近平不参加G20峰会的原因，所以包含了习近平，包含了普京哦，都接二连三的缺席了这个 G20的这个峰会，是不是人家讲说，这个国际体系好像变成国际联谊会啦，越来越没有它的一个代表性了吗？因为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啊，他们说中国大陆更想要发展自己所挑选的这个中国国际集团哦，如同像是这种金砖集团里面的一些国家，也都是跟从这个中国大陆的态度，所以在这个事前就释放出来他不参加G20的讯息，也可以预见未来东西阵营的态势也会更加的明显分明哦。那他这次习近平缺席了G20，又缺席了 APEC， 人家说这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呢？同样也是从这个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微信公众号，他们发布了这一篇，说美国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哦。似乎也是给了这个习拜会画了线。他说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因为美国几句漂亮话就放松警戒哦。那美国现在百般阻挠，只会让中国大陆越战越勇，自立自强。那你看看在场内呢，场内这个习近平拜登跟李强有碰面了，也讨论到了这个习近平。你看看拜登讲的话，他说他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困境可以导致其入侵台湾，事实上可能刚好相反，因为现在中国的能力因此不如过往啊。那李强倒是反过来向这个欧洲来招手哦。他说 G20 的成员应该作为表率来践行多边主义哦，感觉上面也是在跟这个拜登在较劲哦。拜登一直想要孤立中国大陆，可是呢，偏偏欧洲国家很想要跟这个中国大陆继续这样子加深他们贸易上面的一些往来。那我们看现在拜登好像要编织出来一个围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联盟。首先看到越南，
美越他们说这次关系要再升级，变成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哦。那两国还达成了像是飞机采购啊，以及这个建设半导体这个设计中心相关的协议。那越南航空也同意购买50架波音737 MAX 的飞机。那白宫就讲说了，这个可能可以提供大概33000个直接或是间接的这个职位哦。另外还有包含了 Intel 还有 Google 这些美国的一些科技巨擘的高层，也都跟拜登一起前往了越南。那另一方面呢，印尼他们也在积极拉拢，因为这一次没有去到东协峰会，印尼是很失望哦。那你看到拜登立刻就讲说，邀请佐科威，那你11月来访问华府吧，那来加强我们东协外交，巩固这个印太的影响力，甚至还在这个印尼这边年度联合的军演，说要剑指中国，有包含了印尼的一些这个战车啊，还有澳洲啊都有参加。那所以感觉上面，因为印尼本来过去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很好，现在感觉美国又想要拉拢印尼。那另外还有经济走廊哦，这个美印牵头就是来建造这个印度、中东、欧洲的经济走廊。那我们看到了，这好像是要对抗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哦，包含了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还有欧盟在集团体峰会边，他们就说要签一个备忘录啊，要共建这样的一个经济走廊。那这条有现代香料之路被外媒视为在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倡议哦。未来有办法达到吗？拜登的讲法是说这个非常重要，预计在未来的10年哦，你们将会不止一次听到经济走廊这个说法哦。其实拜登想要对抗一带一路哦，就大概每过几年就会有一个新的名词出来，然后之前也都没有做成功过。这一次不知道这个经济走廊可以大概撑多久。那我们来看看经济走廊面临到的3道坎。第一个就是呢，项目落地很难取得共识哦，因为个别国家之间还有一些这种地缘政治的矛盾。再来就是资金在哪嘞？你每次都是卡在资金哦。之前拜登喊过几次的，通通都是资金来源成了问题。再来就是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啊！一带一路做了这么久，你随便喊一个新的名词，不见得能够取代得了啊。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拜登那种叫做唬烂计划你知道他是要经过2个海路，还有2个陆路，你知道吗？它不是一条铁路，他要从希腊先到对面的以色列，经过约旦，穿过整个沙特阿拉伯，然后再拎什么海路，再到印度的孟买。怎么可能这样盖嘛？我跟你讲，你的诱因何在？中国为什么会有一带一路的诱因？因为那个陆上丝绸之路啊，中国它是为了中欧班列嘛，还有中亚的那个能源的交易，对，它这个贸易额超过1兆美元呢。你知道印度跟欧洲的贸易才多少钱吗？1300亿。所以谁有这个诱因啊？我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啊！而且，请问有谁盖过沙漠铁路啊？你是整个穿过沙特阿拉伯对啊，那你到时候还要去找中国来盖沙漠铁路吗？因为没有人有经验啊。中国可以开天价。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而且我坦白说了，如果这条什么什么之路啦哈，真的是战略上有意义了哈，那会到现在才被你这个傻拜登发现吗？为什么历史上的战略家没有人讲过这条路啊？丝绸之路不是中国发明的，它是历史上存在的。对，中国只是恢复它该有的样子这样而已。那用现代的运输工具啊，而且中国大陆还有一个自己的需求啊，因为它产能过剩，它要外销嘛。你这个什么都没有贸易额只有1300亿，印度跟欧洲也没有产能外销的问题。然后基建全世界前20大的基建包商，中国占14家，另外6家是欧洲，你印度跟美国没有nothing。他们有梦啊。我跟你讲，拜登的梦，拜登在 G20 跟印度高峰会的梦还不止这个。我再告诉你其他2个大梦。他还说他要世界银行要增加250亿，提供给中下那个弱小的国家，提供他们拯救他们他这个预算连国会都还没有提出然后拜登还讲了一句话，很兴奋他说我们可能不止250亿，我们要提出1000亿。那美国国会完全不知道这个案子。他这个显然就是针对什么？因为金砖银行刚设立了紧急融资机制嘛，
那中国大陆就总共有1000亿嘛，那拜登就觉得输人不输阵嘛，所以就要提出嘛。就美国有了这样的一个昏头的总统，真是祝福你们了。好，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他这个要把欧洲、中东、印度连接起来，就这个全世界的战略家哈，从有开始有这个在讨论全球战略的，没有人提过的，因为根本就行不通。你这个基本上这中间隔了，为什么行不通？因为印度本身跟邻国都非常不好。你光走陆路的话，当然这种时候天险就有。另外，印度一往西走的话，那第一个碰到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就不会理他，巴基斯坦就不会给他过这条路。那再接下来又是伊朗，伊朗怎么会让美国进入他的领土？所以他那段不过，所以他是要走海路嘛，走海路嘛。那走海路的话，事实上的话，他要走欧洲的话，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对的，这个存在，他走这个所谓的走这边直接走这个红海，他就直接可以进开罗，开罗走苏伊士运河，然后苏伊士运河就直接到希腊了。所以我也是研究半天，我真的不晓得拜登就直接走苏伊士运河对，就好。我实在搞不清楚他这个在这么伟大的战略哈，绕来绕去的那种，对，非常奇怪的一个构想，就是我觉得就是印出题目乱塞，就是说这一次的集团体基本上是等于说缴了白卷，晓得没？最主要为什么？其实拜登也是挫败，为什么？拜登要借集团体来谴责俄罗斯。你知道俄罗斯的拉夫罗夫，他上一次在8月份的集团体的这个外长会议里面，他就已经，因为那个时候外长会议也在围剿俄罗斯，然后呢，尤其是 G7 的国家围剿俄罗斯，就是说一定要在这次会议的决议里面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要俄罗斯如何。你知道拉夫罗夫怎么回答？拉夫罗夫他说，第一个我们这个是所谓的财经组织，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不要在这边讨论这个文不对题第二个，他说对俄罗斯来讲，跟乌克兰的这一场特别军事行动，对我们而言已经结束了。所以俄罗斯是用这个立场来看问题当然到了集团体，这个都是共识觉得俄罗斯可以一夫当关。那就这样子，在整个印度主导的集团体1年开了60几次这些专业部长会议之下，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在重要的决议案通通没有得到任何的结论，而且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出，其实美国的集团跟这个全球南方的集团裂痕越来越深，所以这次的会议真的是你派天王老子来主持也不可能，尤其你又派了一个不公正的印度来主持，所以真的是一事无成。好，赖老师，来，我们就讲一个案例中欧班列中国大陆当初的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义乌中国的大陆一直到欧洲的这个铁路的班列，这个班列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刚刚已经有讲了，中欧的贸易额8000多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满去空回，对，然后1周就有1班。那你想想看，走这个货运的几乎都赔了，因为谁要接这个案子？因为你满去空回嘛，空车回来，然后发展到1天1班，然后到现在就今年1月到7月底1万列，那您想这些货运行这些运输的公司，他们要承揽货物的时候，你要把东西运到那边去，再从那边把揽货把它运回来，那你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亏本的，那谁要做亏本的生意？政府补贴，政府说你去我来补贴，亏了我来补，就这样子把这个运输这条线把它就这样经营起来。那请问一下，那你现在是印度要来赔这个钱，还是美国来赔这个钱？可是他又不在美国，然后他在欧洲，那你欧洲是德国的来赔，政府来赔这个钱，还是法国来赔这个钱？一直把它赔到把这条线养起来。更何况你要从码头的营运作业，你要出关
出关的时候，你到另外一个码头再把东西卸下来，然后装上火车，火车再跑到那边去。我们讲的是都盖好之后哦，然后你这样的一个运输作业中，你要有效率，你速度要快，你的通关要行，而且呢，你还要让货运行能够赚到钱。那这个要多少功夫啊？所以我个人是认为理想很美啦，哦，想象很美。美国人说我有6000亿美元哦，然后欧洲人说我有3000亿欧元哦，印度人说我什么钱都没有，但是我土地有啊。但问题就在于你整个港口作业的包括这个龙杆的吊杆，你美国人说我做不出来，要跟中国买，那中国不卖你能怎么办？那中国卖了，那对不起，那我要看我用什么价钱来卖给你。好，所以我觉得说美国拿出拜登上任以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最新的民调又公布出来了，这是 ET Today 的民调。那它的萨卡都的结果呢，现在看起来赖清德是目前小下滑了一点点啦，现在目前是36.5%的支持度，但是呢，侯友宜是飙升了5个百分点哦，所以他现在已经上升到了第2名，是29.5%的支持度。那另外柯文哲现在位居第3，是22.9%，但如果是这个细卡都的状况之下的话，赖清德同样也是稍微下修一些大概目前支持度是35.1%。那侯友宜的话是24.8%，同样也是位居第2。柯文哲的话是位居第3，大概是目前是20%支持度。那郭台铭还是有超过10%所以他的支持度大概是12.9%。他的调查方式呢是在9月9号到9月10号由手机简讯方式来通知进行网络的问卷调查。但人家也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想象中最近明明有很多事情不利于民进党你看这个陈吉仲的超私3800万这样的这个50万变成3800万的致富数那另外还有这个赖清德万里老家违建的事情，可是看起来赖清德民调只有小小的下修是不是代表说民进党因为很懂得选举的那一套？比方说呢，你看赖清德就讲，他说中国盼用战争威胁影响台湾选举西藏因见不远。他说和平是非常重要的，但手段必须要正确，不必因为极权主义加大威胁就走回头路所以每次到了选举就开始西藏香港新疆反复出现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样的讲法，又在选举的时候都会再提一次。那赖清德另外还提到说和平协议以及9·2共识没有主权的和平是假和平这感觉好像是在攻击这个对手阵营所提出来的一些主张所以可能是要对于自己的一个两岸的立场，就是讲说这个要对抗极权主义，这是赖清德的一个主张。那再来民进党选举万用的第2招就是转型正义你看最近又突然开始讲起来，这个中正纪念堂又要来拆了这已经拆了10几年了，我以前还采访过拆字就拆了半天都没有拆到本体但是他们每到选举就要来提款一下。你看看蔡英文说要向威权时代的受害者致歉，探究这些历史的真相，修复伤痕取得谅解，达到转型正义的目的，让台湾的民主跟自由不再走回头路。那行政院讲说要去个人崇拜，这是基本的走向也就是说接下来他这个转型正义的工程，这个拱心石重中之重，也要有这个周全的规划。现在目前专案小组大概是在5月底的时候进行讨论，现在责成文化部来规划转型。那蔡英文是讲说希望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前，转型正义工作能够有所推进。只是执政已经快8年了，这执政那么久也都没有拆那到底是要拆到什么时候？还是又是一个选举语言呢？执政了7年，现在看起来有一个独家消息林传媒说，海军竟然得要靠预推船位来监控解放军的军舰。内部的高层讲说，这恐怕是一个国安的隐忧因为我们的海军舰艇以及岸置雷达站得要用这种预推船位的方式，向作战单位回报这个解放军军舰的位置，来掩盖无法掌握位置的事实经过这样的独家消息，我们才了解说原来我们没有办法确切的掌握，所以一旦
得发射飞弹的时候势必无法精准的命中，而且暴露发射位置反而会遭到攻击。海军司令部的讲法是说，监控都是依照联合这个情监侦处置，然后这个规定来进行的。这个报道纯属臆测啊，呼吁媒体要客观的查证啊，不要杜撰不实的内容。这是海军司令部有反击，就说这个是杜撰的内容。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美国这边，我们真的能够靠他们吗？拜登是不是自己有点靠不住哦？因为你看，这个拜登跟李强见面的时候讲，现在中国大陆啊，因为这个经济的困境，所以应该不会犯台。他的这个推估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其实中国大陆主张就两岸一中，或者是说不放弃武力犯台。以前中国大陆经济也没有那么好啊，一直到现在变成全球第2大的一个经济体，都没有改变过啊。那以前一穷二白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过啊，所以并不会因为经济而影响他对于这个两岸一中的一个看法呀。所以他的这个讲法让大家觉得说很奇怪啊，这是拜登逻辑哦。那再来我们看看美国的智库学者也说，经济吓阻能否制止战端呢？他说美中会为台湾开战，恐怕会导致两国的财政灾难哦。因为美国现在也面临了庞大的债务，还有海军的备战不足这些财政的问题。而且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它的一个调查他就说有73%的人觉得拜登太老，不适合再选。然后有57%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他不满他任内的表现了，就觉得经济很明显的变糟了呀。有高达3%的受访者认为通膨都还在持续恶化当中。所以美国在讲别人经济差的时候，其实恐怕更是反映出来美国自己本身的经济更是一大问题哦。但是你看看美国抗中的好兄弟是不是也遭殃？你看英国跟着抗中嘛，可是他第2大城伯明翰却惊爆破产了，有3个因素酿出了这个完美的风暴。苏纳克讲说没有要救哦，这个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因为通膨再加上这个目前很多什么成人社会护理的成本增加，所以导致了这个第2大城已经有破产的危机了。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中正纪念堂事实上这个转型正义的处理本来是新任的文化部长史哲的重大使命他在高雄都在玩这种议题结果自从上任以来都没有提到那显然就是有人认为在选举之前搞这个大费周章来搞这个议题可能会失分因为人家你赖清德讲中华民国就已经非常困难了，那这个时候再来搞这个要把蒋介石干嘛啦，蒋家干嘛啦那给人家感觉是不是中华民国要断根是不是从李登辉算起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议题我估计可能会选后再处理不过前提是赖清德当选我估计是这样我很难想象选前他会去处理所以蔡英文讲说他希望在他任内只是讲，他希望的事情多了2025非核家园明明就做不到你怎么不承认一下呢？是对不对？现在绿能只有8.3%现在已经2023年9月了你2025年给你算到12月好不好？会有20%吗？现在才8.3%你怎么不去谈一下这个问题对，讲而已，对不对我是觉得他现在讲话基本上不需要理会了赖清德也懒得理他赖清德现在大部分都在理会侯友宜讲的话跟柯文哲讲的话我觉得侯友宜最近民调上升是逐渐他这个候选人的那个定位人家开始慢慢熟悉他的样子就是他就是一个还蛮恭维啦可是提出政见就是实实在在也不会给你夸张比如说他提65岁以上要免健保，然后希望最低工资能够拉到3.3万，在第一个4年的任内那人家就问他说：“那你钱哪里来？”所以他就立刻又补了一个，他要征富人税这个有些候选人不会提有些候选人就一路吹牛到结束像蔡英文2016就开始吹牛2025非核家园2020继续吹吹到今年2023 9月。明明就跳票了，到现在不承认了。那至少这里就对比出侯友宜是完全不同于蔡英文的候选人。
就是他不会乱吹牛啦啊。那我觉得他连续提的政策，比如说84量表，那65岁以上免健保费，然后你看到那个蔡英文政府里面一些部会首长就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应啊，那后来就有的就选择跟进，那这个跟进啊，人家会形成对照啦，所以你既然认为这是对的，你为什么都不做呢？对啊，对啊，我来提醒你比如说84量表，84量表80岁以上不需要84量表，大概已经是共识了，因为今天柯文哲还加码，柯文哲今天提出8大医疗政见，那其中有一条就是84量表啊，那柯文哲说以后对于老弱，如果他很弱势那84量表都不用了啊，这个吓死我了啊！总之啊，其实一个在野党的候选人提出政见，然后让执政党还有其他在野党都要跟进面对，这就表示你的议题真的有达到要害了，所以人家就必须不能够完全不理你了。对，或者认为不可能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部分确实因为这样得分了，那当然也相对那个柯文哲最近在文宣上比较没有，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整理那个，听说不分区有500个人报名了啊，他在做海选这样，那另外就是高虹安，我认为这一阵子被打，这个民众党真的要做适当的处理，不然他会受伤，是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连续看到美丽岛，还有 ETtoday 的民调，侯友宜都是上升嘛，大概都是上到第2，不过这个还要后续了，因为他即将去美国嘛，是，所以估计双方正式来接触，应该就是他回来大概9月下旬左右。好，来请教介老师。我想这个民进党上台以后，这个搞这个所谓转型正义非常不得人心，它变成一个东厂。而且他的法源啊，他的正义啊，这个程序正义都大有问题，那就表示就是说，事实上民进党是掌权以后实行一种绿色恐怖，它事实上是不是为了社会所谓的正义？因为以现在的这个赖清德整个论述来讲的话，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定海神针啊，对不对？他说台湾已经独立啊，不需要再行独立，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他已经正式拥抱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中华民国是1911年有一群有理想跟牺牲的一群烈士们所创造出来的，然后经过了东征剿匪北伐，然后抗战，然后最后拨迁到台湾。这个国家是在这个血与火之间血与泪之间所建造出来的。那在台湾也替台湾带来了几十年的这个安全这个繁荣，然后呢，这个很多人在中华民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制里面成长致富，然后呢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民进党这一批是搞台独起家的，现在都要把中华民国拿来当神主牌用了。我不晓得对中华民国最有贡献的，从孙中山开始，蒋介石，然后蒋经国这些都是中华民国里面有中华民国必须要记住这些人对中华民国贡献。所以我觉得这个搞历史转型，就基本上就表示民进党台独本质，它是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以外，站在一个中华民国体制以外角度来仇视中华民国。可是这个已经跟赖清德讲法不一样了。所以蔡英文讲这个不晓得是不是要故意拆这个赖清德的台。赖清德现在已经变成中华民国的忠实拥护者了，到处就是言必称中华民国然后跟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就说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那你就是中华民国的一份子那还有什么对中华民国的历史上的伟人要做这样子的恩将仇报呢？有人说这个吃果子拜树头，没有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就是风雨飘摇我们看一下这个过去几十年历史，不是很清楚嘛？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如果真的蔡英文还是执迷不悟，他又要拿这个中正纪念堂做一个政治图腾来遂行台独的这个台独之实的话，那一定会激起更多热爱中华民国这个心中感念中华民国的台湾老百姓的大家的反感，那对他的选举绝对只有不利。好，来请教赖老师。
我个人认为侯友宜的民调逐步的开始上升，是跟蓝营内部的内讧停止有关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新闻中，蓝营的本身的内部的问题一个一个在解决了，然后个别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那么逐步的在化解中。之前您看到有人说什么要蓝白合啦、蓝白配啦，还有人说啊要对郭台铭要怎么样去跟他谈判啦、整合啦，那甚至还有人说这个看板要怎么挂啦啊，可不可以跟谁柯文哲合在一起挂啦等等的。那种行为、那种动作、那种现象，都是对自己没自信，对自己的党没自信，对自己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没自信。那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纷争纷扰，它吸引了所有的媒体的焦点。大家看到的就是国民党又在搞内讧，国民党又在搞内斗，国民党又不团结，所以我们看到侯友宜的民调支持度，也就是被整个拖累往下走了。好，现在这个声音没了，都开始杂音越来越干净了，都铲除掉了。然后杂音越来越没有了以后，大家发现国民党团结起来了，安静下来了。然后呢，这个杂音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开始会留意到侯友宜在说什么了。之前侯友宜说什么，不管他有说没说，没有人在乎。现在会开始注意到侯友宜在说什么。那侯友宜在说什么的？这个时候大家会看说，这个政见可不可以行？那个政见可不可行？这样的主张可不可行？当大家在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了，那么蓝营的大家的支持者归队了，然后听他在讲什么的，觉得有道理的，0.05%进来了，0.1%进来了，慢慢的，他的民调支持度就开始稳步的往上走了，这个是好事情哦，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蓝营继续这样子一直走下去的话，我觉得再过几个月，可能侯友宜如果开始从现在开始进行大反攻，也就是在舆论的制高点这个部分里面在话语权这个部分里面，他的动作再大一点，然后力量再强一点，然后他再占领更多的那个话语权的版面，我觉得这个他的支持度会再继续往上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啊。那如果蓝营的大家也都知道说，原来他们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有助于自己的选举，也有助于自己的党，也有助于自己的党的候选人。我觉得这个情况当然就会改变，这是好事情，要继续走下去。那郭台铭看起来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越走会越难看。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最好是赶快收兵了，赶快收了，可以收了，再不收，可能到时候就真的很难看了哦。然后另外一个蔡英文跟赖清德又在搞这个老梗，我觉得他只是在巩固他的基本盘。坦白说，民进党现在很可悲，为什么？民进党可悲到只能回防去守他的那个3成多的基本盘。他好像除了那个3成多的基本盘，他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那些原来支持他的年轻人都走掉了，原来支持他的年轻人被柯文哲带走了，被郭台铭带走了。然后那些绿的人都不见了，所以他守住他的基本盘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民进党的悲哀跟民进党的可悲，因为他根本没有牌可以打了，没有牌可以打，而蓝营呢在这个时候不趁机反攻，要等待何时？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我觉得拜登在唱衰中国大陆，这简直是笑话了。这个刚刚亮亮有讲了，我们也就不再讲。不过我觉得有个数字可以看的，就是说大陆的物价从8月份已经回来了，也就是说已经开始回升了。这个代表什么？西方《纽约时报》等这些西方媒体一直在唱衰中国大陆的经济经不起考验，半年不到就瓦解了，真是很可笑。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